他明明是个步履蹒跚的瘸子，却能让数百号黑帮成员鞠躬行礼，就连帮派的三把手也对他毕恭毕敬。어딨냐？看着弟弟没了气息躺在那里，基准心里的怒火一下子烧了起来。他急着追问到底是什么人下的手，三把手却说只是一群街头小年轻干的。基准压根不信这种说法，因为弟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，凭他的能耐，一般人连接近的机会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死得这么惨？从三把手飘忽不定的眼神里，基准看出这里头肯定有猫腻。他直接闯进帮派老大的包间，质问两位大佬为什么没有遵守之前的约定，好好照顾他的弟弟。两位老大顿时心虚的不敢接话，见两人都不吭声，根本问不出什么结果。基准鞠了个躬，转身就离开了房间。既然在这里找不到答案，那就只能亲自去查。基准立马赶到看守所，要求见嫌疑人一面，可警长告诉他，只有嫌疑人的亲友才能申请探视，想见就只能等到开庭那天。 형사일만 하니까 지낼만 한가 보네. 뭐? 규정대로만 사시던 분 아니잖아. 经过一番施压，基准终于见到了伤害弟弟的那个小年轻，但他并没有当场发火，反而很平静地问对方事情经过。小年轻这才反应过来，眼前的人是受害者的家属。 죄송합니다. 죄송합니다. 基准没有开口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小年轻在那表演。果然没过一会儿，小年轻就装不下去了。 이럴 줄 알았냐, 씨발마. 不管小年轻怎么故意挑衅，基准始终情绪稳定，因为他清楚眼前的家伙只是个跑腿的，就算把他怎么样了，也查不出背后真正的主使。于是基准开始向小年轻施加压力，说自己会先去找他那些朋友算账，然后再去找他的父母。小年轻一听这话，马上就慌了神，赶紧拦住基准，求他帮自己一个忙。 우리 애미애비 그 씨발년 놈들 만나면 내 목까지 존나게 패주라. 아니야, 그냥 죽여버려. 그 새끼들 어렸을 때 나랑 내 동생 버리고 튀었거든. 그니까 꼭 찾아서 죽여. 그러니까 동생이 있다는 거네. 一提到自己的弟弟，小年轻那张嚣张的脸上头一回露出了紧张的神情。他马上把消息传给外面的朋友，拿弟弟当诱饵，把基准引到了一家网吧，打算好好收拾他一顿。谁知基准一点也不慌张。 너희들이 나를 부른 게 아니라 내가 너희들을 부른 거야. 基准懒得跟这群小年轻动手，表示只要他们说出是谁在背后指使，就放过他们这一次。可小年轻根本听不进去，一边跟基准斗嘴吸引他的注意，一边让同伙从侧面偷袭。谁知刚冒头就被基准一拳撂倒，另一个拿竹签从背后下手，却被当场扎了个对穿。这吓人的一幕让其余人接连往后退，躲在后面的混混只能把前面的人推出去挡着。 基准不想跟他们耗下去，于是拎起其中一人的裤腿，来了个杀鸡儆猴。这一下彻底镇住了场面，混混们吓得四处逃散，领头的那个也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，赶紧赔礼道歉，说自己确实不知情，但说什么都晚了。基准一拳就让他尝到了狂妄的后果。等到听见弟弟生前的录音之后，混混不再嘴硬，交代说他们这群无业游民都在一个叫牧氏的聊天室里接活，而刺杀基准弟弟这一单是历来报酬最高的一次，所以想都没想就接了这单买卖。可就算他们几十个人一起上，也不是机器的对手。看他们只是一群半大孩子，基准没有下死手，而是把人都放了。可就在基准转身的那一瞬间，不甘心的混混突然从背后偷袭。事成之后，牧师还专门给他请了一位律师。 잡아서 직접 물어봐. 내가 불러줄게. 没过多久，混混就以写悔过书为借口把律师叫了过来。等律师从看守所出来，准备回家的时候，基准趁机坐上了律师的车。他直接表明自己是基西的哥哥，想知道关于牧氏的一切。大概是感觉到了基准身上的杀气，律师老老实实的把知道的全说了。他说，所谓的牧氏其实就是一款暗网交易软件。当有人犯了事又不想坐牢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牧氏上面花钱找人顶包，甚至雇人下手。而且他们的目标都是一些无家可归、没服过兵役的年轻人，替别人去坐牢。 不光能免掉兵役，还能拿到钱，所以愿意接单的年轻人特别多。完事之后，再由他们这类专业人士收尾，这就是一套完整的顶罪流程。说完之后，律师给了基准一张名片，让他自己去一家清洁公司打听。为了揪出幕后真凶，基准立刻赶到那家公司，说要见他们老板沈成元。可这种级别的人物，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。 얼른 이 새끼 꺼내서 치우라고.
这么凶悍的一幕，直接把前台姑娘吓呆了，赶紧识相的替基准拨通了沈成元的电话。电话一接通，基准就报上了自己的名字，说是为弟弟的事情来的。听到基准的名字，沈成元当场就吓得说不出话来。但转念一想，基准废了一条腿，如今不过是个瘸子罢了。沈成元又立刻加派了人手，想趁机把基准拿下。可手下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就被基准先下手为强，放倒了一个。等沈成元赶回公司，看见地上躺了一片自己的手下，他才彻底相信那个像神一样的男人真的回来了。于是赶紧换上笑脸，主动凑上去迎接。见基准不理自己，沈成元赶紧给手下使眼色，让人把地上躺着的弟兄抬出去，然后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连声道歉认错，说自己只是暗单办事，真不知道目标是基西。 아니 내가 미쳤다고 알고 그랬겠어. 할 말은 다 한 거지. 야 기준아, 아니 남이사님, 우리 상식적으로 생각합시다. 예? 내가 왜 그 핏덩이 새끼들 보내겠습니까? 예? 상대가 남기석인데 내가 죽일 거면 진짜 전문가를 보냈지. 아니 근데 진짜로 죽냐? 基准不想听他啰嗦，只想知道背后主使是谁。沈成元顿时陷入两难，说出来怕得罪金主，不说基准肯定也不会放过自己。就在沈成元不知道该怎么选的时候，基准的拳头替他做了决定。 주모, 후봉산 회장 아들, 그 인간이 그래. 基准不想为难一个中间人，就算沈成元不接这单，也会有别人来接。临走的时候，沈成元好心提醒他，凭他一个人根本斗不过整个凤山集团。可弟弟是基准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如今弟弟不在了，那他活着唯一的念想就只剩报仇，给死去的弟弟一个交代。很快，凑运集团也查清了事情真相，三把手已经做好了随时开战的准备。可会长却想用自己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，他把巨凤山约在酒馆碰面，提起双方11年前定下的规矩，任何人只要主动招惹对方，就必须付出代价，要么拿命来抵，要么拿出等价的东西，哪怕是最亲的亲人也一样。巨凤山不明白李绰运到底想说什么。 내 아들 준모가 심성환한테 의뢰를 했다네. 그래서 어젯밤 기준이가 앵클린을 작살냈고. 알지. 그 말 책임져야 한다는 거. 내가 사실 확인도 안 했을까? 一提到凶手是自己的儿子，巨凤山当场就翻脸了，说当年要不是基准惹事，根本就不会有那条规矩。要是谁敢碰他儿子一根汗毛，他就立刻开战。就在气氛僵到极点的时候，基准突然推门进来，他这趟来只是为了确认一件事。 마지막으로 여쭙겠습니다. 기석의 죽음과 무관하십니까? 야, 남기준! 제 말에 답변해 주시죠. 야, 이 새끼야! 李会长一看这情况，赶紧表态说，基准弟弟的死不光是他自己的事，也是整个凑运集团的事，自己会按规矩帮他处理好一切。可两位大佬已经坏过一次规矩，基准不再相信任何人，他弟弟的仇必须由他亲自来报。临走的时候还专门提醒巨会长，让他什么都别做，只管在旁边看着就行。但作为一个父亲，巨凤山又怎么可能坐视不管？他用德克罗酒店作为交换，请求李会长不要插手。受了一肚子气的巨会长转头就对儿子一顿狠揍，质问基西到底是不是他杀的。 예, 제가 그랬습니다. 그게 왜요? 왜요? 이 씨발! 자기가 자꾸 모자를 산다면 기석까지. 대체 왜? 그 새끼가 절 모욕했단 말입니다. 밑에 사람들 보는 앞에서. 直到这一刻，李会长才意识到是自己种下的祸根。当初手下的一个市长在巨魔负责的业务上动了手脚，巨魔为了报复，就找了外国人把市长给杀了。因为是家丑，巨会长不好亲自出面，就用一块地皮作为交换，把这件事托付给李会长处理。基西身为李会长的接班人，这事自然就落到了他头上。虽然基西很不愿意掺和别人家的烂事，可老大已经交代给他办了，他也不好推脱。于是基西立刻赶到巨魔的公司，给那些外国杀手下了驱逐令，让他们3天之内离开韩国，当着自己的面把客人轰走，这让巨魔非常不爽。尽管基西解释这是他父亲的意思，可巨魔不但不领情，反而出言嘲讽。 전무님, 친형님이라고 했던 거야? 그 요즘은
할인은 좀 어떠세요? 基基本来不打算跟巨魔计较，谁知对方却倒打一耙，说基准是因为事情没办利索，闯了大祸才被赶出公司的，最后还是两位会长出面收拾的烂摊子。 아, 그 사고친 인간을 그냥 살려준 거예요. 이 아킬레스 건만 자르고. 심지어 그 동생은 아직도 주은의 빌붙어서 먹고 산다니까요. 야, 이거 불편하다. 基西彻底被激怒了。 근데 너, 네가 문제야. 这顿教训让巨魔觉得自己丢尽了脸面，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纨绔子弟。 그래서 증명하려는 거예요. 事到如今，巨会长也不想再追究下去，他让巨魔先躲起来，等自己把基准解决掉再出来，因为他已经拿一整座酒店做交换，让李会长不插手这件事。权衡利弊之后，李会长下令不准任何人掺和进来，还跟三把手说这么做划不来。三把手虽然心里不服，但也只能服从。两人的对话被李会长的儿子听得清清楚楚。李会长一直不让儿子沾黑道的事，让他去考公务员，而李金善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最终顺利当上了检察官。但因为他是黑帮老大的儿子，上司搞不清他的立场，于是把基西的案子交到他手上，借此试探他的态度。金善进了检察院之后，一直盯着公司的一举一动。他看到基西的亲信海范去找三把手，想让会长给基西报仇，三把手却说会长已经下令不参与这事儿，他也只是照章办事。 그냥 가만히 있자고요. 그걸 따르신다고요? 야, 너 명심해. 지금 네 위치가 어딘지. 예. 명심해야죠. 근데 좋으시겠어요. 이제 곧 기석 형님 위치에 서실 테니까요. 作为以下犯上的惩罚，三把手狠狠扇了海范2个耳光。正当他准备继续动手的时候，金善及时出现制止了他，替海范解了围。随后，海范找到基准，把会长不愿报仇的消息告诉了他。基准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，让海范也服从决定，不要卷进来。 예, 근데 누구도 똑같이 그러더라고요. 우린 윗선 결정만 따르는 거라고. 근데 전 그런 윗선 절대 인정 못합니다. 海范说自己早就把基西当亲人了，所以他弟弟的事就是自己的事。见海范态度这么坚决，基准也不好再推辞。他交给海范一项任务，在目视平台上发布悬赏，全网寻找巨魔的下落。很快，一个外卖小哥就发现了目标的踪迹，并把消息传回了总部。基准收到消息后，立刻赶到巨魔所在的酒店，几拳就打倒了楼下的保安。得到消息的手下想带巨魔去安全屋躲一躲，可巨魔死活不肯。他想不明白，一个瘸子凭什么让所有人都怕成这样？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强行把巨魔带走。可刚走了2步，就发现基准已经杀到了门口。看见对方只有1个人，巨魔也不打算跑，干脆留下来看热闹。他倒要瞧瞧一个瘸子能翻出多大的浪，那么基准能顺利报得了仇吗？我是大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